大家好，这里是越见成长，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。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你有没有那种时候，明明今天没做什么事，却累得像跑了一场马拉松？不是身体的累，而是心觉得很疲惫。有人说，你不是懒，你是太内耗了。到底什么是内耗？为什么我们会让自己的能量一点一滴被耗光？这本《停止内耗》不是一本喊口号的正能量书，它教的是一种能让你跟自己和解的生活方式，重新活回一个完整的自己。什么是内耗？内耗这两个字其实很好理解，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台手机，就像手机就算放在那里不动，它还是会慢慢掉电，什么都没做，但电量却一直在流失。人也一样，你没干嘛，却常常觉得好累。这种人通常心里都有两个声音在打架，一个说要勇敢一点，另一个说别太冲动，万一失败呢？结果你什么都没做，光想就已经精疲力尽。内耗的人通常有几个共同点：对自己要求太高，永远觉得我还不够好，特别在乎别人的眼光，别人一句话就能影响你的情绪。明明没做什么，却总觉得我不配休息。听起来熟悉吗？这些想法会让我们陷入情绪暴走，生活失衡，自信崩盘。而最可怕的是，这样的恶性循环会让我们越不安，越想证明，而越想证明就越焦虑。完整的自己不是完美，而是接纳。书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，你不需要完美，只需完整就好。完整代表你能同时接受自己的好与不好。很多人只想呈现光鲜亮丽的那一面，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缺陷。但你知道吗？那样其实会让人更累。真正的成熟不是消灭缺点，而是承认它的存在。当你愿意承认我也有不完美，此时会了解你不再需要扮演，你才真正开始变得自由。你真的了解自己吗？最熟悉的陌生人。作者举了一个故事，有一对情侣原本感情很好，但听了别人的意见，情侣应该要同居啊，这样才能磨合。结果他们真的住在一起后，天天吵架，因为一个喜欢安静，一个喜欢热闹。他们本来的相处方式很好，只是被别人的标准干扰了。是不是觉得很像我们的人生？我们常常以为大家都这样做就是对的，可是那个大家真的包括你吗？真正的问题是，你的人生是为了谁在活？你过的是你想要的生活，还是别人期待你该过的生活？有时候你觉得迷茫，不是你没方向，而是你活在别人的剧本里太久了。是别人的期待变成我们的枷锁。我们从小就被贴满各种标签，要懂事，要上进，要乖。久而久之，我们把被认可当做自己的价值。所以当你没被夸奖，没被肯定，就会开始怀疑自己。但真正的自我认同从来不是别人给的。当你学会看见自己的努力，欣赏自己的步伐时，那才是真正的力量。标签让你变成别人眼中的样子。我们都太习惯用角色定义自己，我是谁的儿子，谁的太太，谁的主管。可是如果有一天你不再是这些角色，你还是你吗？有个故事说，一位即将退休的经理问同事，等我不再是经理，
你们还会陪我喝酒吗？这句话其实很心酸。很多人不是被职位束缚，而是被身份绑住。所以可以问问自己，当你脱掉名片，你是谁？如果没了那个标签，你还愿意喜欢自己吗？6. 讨好别人的人其实是最寂寞的。讨好型人格常常是从童年养成的，他们从小就学会，只要乖一点，懂事一点，就能被爱。久而久之，他们以为被爱是有条件的，于是他们长大后总是对别人很好，笑着答应所有要求，为别人想，为别人做，却从来不敢说我不想。但其实真正的关系不需要靠牺牲自己来维系。那些你一直在取悦的人，也许根本不在意你累不累。所以学会拒绝不代表你自私，而是你开始懂得爱自己。7. 学会说不才是成长的开始。有些人以为拒绝别人就会被讨厌，但事实上，那些真正懂你的人会理解你的拒绝。不懂你的人，再多解释也没用。拒绝不代表不友好，而是界限的表达。你不是拒绝帮忙，而是拒绝让自己被掏空。当你懂得说不，你才有空间去对自己说是。千万记得，你说不的每一次，其实都是在为自己说是。8. 疗愈内在的小孩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孩，他可能被骂过，被忽略过，被误会过。你以为长大就没事了，但那个孩子还在你心里默默哭泣。作者说，学会停止内耗的第一步是先学会拥抱内在的自己。当你开始对自己温柔一点，世界也会变得温柔。不是因为世界改变了，而是你学会了不再苛责自己。当你愿意拥抱那个小孩，告诉他没关系，我懂你，你就开始真正的疗愈自己。9. 完美主义，内耗最深的陷阱。完美主义者常常表面光鲜，其实内心往往最不安。他们害怕失败，害怕别人失望，也害怕不够好。而每次成功都只是一个新的起点，也都是下一次焦虑的开始。但你要知道，真正的成长不是把每件事做到100分，而是允许自己有不完美的80分。当你学会放下必须更好的执念，你才有可能感受到真正的幸福。
读后心得：内耗的尽头是自我接纳。停止内耗，不是要你变得坚强，而是学会温柔。对自己温柔一点，对世界就不那么容易绝望。人生不用完美，但一定要真实。当你能接纳那个有缺点、有情绪，但仍愿意努力的自己，你就已经在疗愈的路上了。你可以不再取悦，不再比较，不再假装，不需要讨好全世界，只要先喜欢自己，因为那个完整的你，从来就值得被爱。谢谢你听到这里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你少一点自我批评，多一点自我拥抱。